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她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也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的，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到这个年纪了，找对象得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还会非常有礼貌的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相比这些大龄女生，情绪也比较稳定，性格呢也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他说是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线。这马上就520了你打算给你的女神买什么样的礼物呢？这句话一说出来，咱们看看评论区的男生们都说了什么样的金句呢？第一句3年舔狗一场空，不如自己换辆车。第二句呢，自从没有女朋友，钱越来越多了。第三句，不当舔狗不被渣，抽烟喝酒去搓麻，足疗、温泉、按摩全套才200多，它不香吗？第四句，没有互动的恋爱不如对自己好一点，讨好自己比讨好别人更容易，何必去自讨没趣呢？远离那些慢热女，谁也耗不起。第四句爱情是双向奔赴的，我们男孩子也希望被人重视，我们也想要礼物，我们也想要转账，我们也想求包养。第五句舍得为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舍得花你的钱的女人一定是爱你的。第六句，这个520做的女朋友的礼物了，不送我就是不爱我，口口说说的还想跟我结婚，不如换下一个。第七句单身之后房子车子都有了，兄弟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吧，远离那些捞女。第八句，都说爱是相互的，那礼物为什么就不能相互呢？第九句，愿意给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1分不花的女人肯定不爱你。第10句，不想做第二个胖猫，索取的女人可能不仅仅是来索取你的钱的，还有可能是来索取你的命的。咱们看看男生们是不是已经在用行动进行反抗了呢？来咱们的评论区晒晒你给自己买的礼物吧。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在北京现在有很多的男的，他是非常反感和讨厌花钱的关系的，他一遇到花钱的关系他直接就跑路了。就算没有胖猫的事情出来其实这几年有好多的男的非常讨厌女人一上来就跟他要钱，他只要一发现这个女人跟他的关系扯上了钱，很多男生就开始避而不谈了，直接就跑了，不理这个女生了。哪怕这个女生再漂亮再主动，他都没有兴趣。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有钱的会员或者那些混得比较好的男的都是这样的，他们只要碰到这一类的女人马上就警惕起来了，只要一看到这个女的跟他提钱就现在的男生已经非常反感很讨厌这种金钱恋爱关系。很简单嘛不是说钱好不好赚的问题，是他们遇到过很多女生都跟他要钱，他已经遇到的太多了，遇到多了自然就烦了呀。而且现在捞女这么多，所以说现在你作为一个女生，你知道这个年头你要是谈恋爱的时候还一上来跟男的要钱，多半你跟他的关系就凉凉了，知道吗？现在的男生真的是很讨厌那种花钱的关系的，说钱他就跑，是不是这样子咱们的评论区讨论讨论呢。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到底是怎么了？北京现在的待嫁女生确实太多了，是男生的好几倍，但是还是有些姑娘她找不着北。95年的一个研究生女孩长相很一般，刚来的时候呢，但说自己没什么优势所以找对象的要求也不高，对方可以矮可以胖可以丑也可以老，可以学历不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得有钱，有能力赚钱就行这是她最基本的要求。那她希望对方其他方面的短板呢就越多越好按她的逻辑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她的交换价值就高了。所以我们在最初给她筛选的时候就给她匹配了一批这类男士，学历不太高，年纪比较大，但是呢有钱，至少都是上千万的。但是呢有趣的是他挑了一圈一个都没看上。每个男士他都要问2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要仔仔细细的问对方的财务状况，一个呢就是问对方交往过程当中是不是对女生有付出意识。可是关键的是在他的眼里这些人的条件还不太够入他的眼。后来我们就又给他选了一批男士学历是比较好的，收入呢也比较高。他这个时候挑来选去的，结果他选了一位最拔尖的男士哥大的硕士，身价非常高。然后他还问我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这儿的天花板。我的妈呀，我就跟他说不管这个男的他是不是我们这儿的天花板，你也不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女孩，你知不知道这种量级的人他的要求是什么？你根本就达不到他的要求。这里真的不是你在逛超市挑商品，你以为你选上了他就能来见你了？别说跟你相亲，他就是给你认识一下他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结果他不服气说老师，那我都放弃那么多条件了吗？我就挑这一项都不行那还不能挑一个好一点的吗？我直接就怼他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挑马云他
的身高、颜值、年龄、财富都符合你的要求啦。如果他现在还单着的话，你觉得他会缺一个你这样的女生做女朋友吗？你觉得他能看得上你吗？大家来说说啊，这个女孩是不是太贪心了？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啊，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礼金10001，北京妈妈就把她女儿嫁给你了。最近我这来了一位北京的妈妈哈，她的要求呢就是礼金万里挑一，但是要答应她3个要求，她就愿意把她女儿嫁给你。屏幕前的小哥哥哈，你们来听一听合不合理？她女儿今年25岁，本科学历，体制内工作，有一辆10多万的代步车和独立无贷款的个人住房。这个妈妈说了啊，男生呢没有车没有房倒是无所谓的，她呀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只希望女儿以后能过得幸福，所以她的要求就3个。第一，男生要有稳定的工作，月收入在8000以上，有责任心啊，未来能够扛起他们这个小家庭。第二个呢，就是男生的父母要有退休金，这样才能以后给孩子减轻养老的压力。第三呢，婚后不能要求女生当全职太太的，男生也要学会分担家务。那你们觉得这个丈母娘她的要求合不合理呢？对她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评论区置顶的链接报个名。现在在北京哈，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的男生啊，他都非常介意同居过的女生，他们普遍认为同居过的女生就跟二婚没有什么两样了呀。相亲之前都得问清楚对方的前任的情况，恋爱史、就医史哈。最近我听到了不止一起这样的事情了，有的情侣啊都谈了好几个月了，甚至都已经见过父母了，结果呢，被男生知道女生之前啊跟前男友同居过，心里啊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就这么分手的。有些人啊会认为现在都是很开放的社会了嘛，没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大部分的情侣在结婚之前都有过同居史的，这么较真儿有必要吗？大家认为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真的找对象要这么早啊？我觉得很奇怪哈。一个94年的北京姑娘来找对象嘛，她说了一番自己认为非常正确的话。她说要找对象啊，一定要找那种长得不错哈，而且单身了很久的人。为什么呢？你想想，一个长得好看的人，他能单身好几年，那肯定不是个随便的人吧？人品一定会很好，圈子也一定很干净，他能经得住诱惑，也耐得住寂寞，这样的人肯定错不了，值得托付终身的。这段话你们认可吗？反正我觉得这个认知哈，真的是没谁了。首先，这就好比在说一个人人品好，那圈子就一定干净。你怎么知道那些在不太干净的圈子里混的人，他的人品就会很差呢？这个真的不是绝对的。其次呢，一个人长得好看，那他单身好几年，那说明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好看还找不到呢？那只能说明啊，他不是很挑剔，就是性格上呀很大的问题，对吗？你说这样的人一定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那不更好笑吗？其实可能根本就不是他很有定力，只不过是没钱没实力吧。如果他想说的是那种既长得又帅啊，又有钱又有实力，还一直单身好多年的男生，那我觉得就更可笑了。这样的男生根本就不存在，你们觉得是不是？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为什么你找不到恋爱的感觉呢？我在北京从事婚恋行业近10余年了，经常都有相亲的男男女女来跟我提这个疑问，特别是那些30岁以上的人，不管他们是经历了什么，还是大环境的原因造成他们这个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其实哈，基本上我都会告诉他，既然来相亲，就不要照那种恋爱的感觉了。恋爱的感觉，它往往是越年轻的人越容易产生，而年龄越大就越难找到感觉了。更何况哈，发生在相亲对象身上的。当然，我也不是绝对的说，只是呢，相对占比哈是比较大的。你就想一想哈，两个人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是陌生人啊，怎么产生出来感觉呢？而大部分相亲成功走入婚姻的，基本上都是慢慢的相处，日久生情，最后结婚的。讲一个事实哈，年龄越大呀，他因为爱情这个原因推进婚姻的可能性就越低了。这个事实你们一定要接受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而推进婚姻的占比，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啊，它的成分较大。但是年龄越大呢，他往往因为现实的原因结婚好像就是我饿了我要吃饭一样，他没有那么朦胧的浪漫的感觉了。这些30岁以上的人，其实不论男女都有 bug。 男生的原因普遍来说还好，没太大的毛病，比如一个35岁还没有结婚的男的，原生家庭也 OK， 学历工作收入都没有毛病。那一般分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自己的主观上不想结婚，他没有准备好，也没有玩够，还没有到他的婚点。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在性格上人格上认知上呢有一些问题。这些东西当一个女人跟他深入接触之后，你才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女人接受不了的，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吧。基本男的就分这2种情况，而大多数女的是什么原因呢？女孩子要是30以上的没结婚，也是基本上分2种一种呢就是她眼光太高了，她有点太挑剔了，谁她都看不上，都挑得出来毛病，似乎没有人配得上她。自己的毛病呢她又看不到，她不接受别人说她的问题。
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天天的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学习，根本就没有把谈恋爱结婚当成个事儿。30岁之前啊，就跟个孩子一样，恋爱呢他也不太会谈，他也不着急，从来没想过结婚这事儿，一晃就把自己弄到了30多岁。所以啊，为什么很多30来岁的人啊，你现在来相亲了，还老问我为什么没有恋爱的感觉？我都会告诉你啊，不要再追求什么恋爱的感觉了，恋爱的感觉是20多岁的时候追求的东西，咱们30多岁了，既然想结婚，你就要务实一点，只要这个人条件各方面符合，没有什么大的硬伤，就不要再追求恋爱的感觉了。想找理想的伴侣啊，当然要找个专业的红娘了。我来上班了。今天虽然是端午节，但是对我来说呢，今天是工作日。见面的男生女生都到了。来偷偷看一下他们俩聊得怎么样，好像还不错啊。现在见完了，一起出门了，回去了。一般来说见完面呀，要么就是男生走，要么就是女生先走。那今天这对呢，他俩是商量着一块走的，大家觉得有没有戏？祝我们所有端午节还在工作的人工作快乐。最近真的是要憋出毛病来了啊！现在那种想白嫖的人真的特别的多。我今天就出来透透气儿了。有3种人呢，你们别来找我找对象哈，也别加我的私信，真的很浪费彼此时间。第一种就是连真实信息你都不想提供的，那你既然很怕泄露信息，你就不要在网上找了我呢还是要对得起那些认认真真给我提供个人信息的粉丝，对吗？我不可能给他介绍一个连信息都没有的人吧。所以咱们的诚信换诚信，那既然没有信任，咱就别往一块凑了，好不好第二种呢，就是那种一毛都不想拔的。你如果觉得1对1私人定制这个价格高了点儿，我是能理解的你说你参加活动就100-200块钱，你还要考虑考虑。我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免费的活动没有为别人的劳动和付出有付费意识的人，你也不值得我为你去付出。第3种呢，就是画大饼的。说实话，我做红娘都10多年了，真正收到过谢媒的红包屈指可数你说你给我介绍吧要是真成了，我给你个大红包。而现实呢，说这句话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真正成了能兑现承诺的人呢，却寥寥无几。我又不是没有被这种大饼砸过说这种话的你也省省油吧，好吧？咱都攒攒力气干好自己的活，别浪费彼此的时间，行吗？关注我，了解更多。这个问题呢，值得很多人去思考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放弃一些执念，不然你很难成功。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什么特别合适的人而且呢，对你来讲那个特别合适的人，你对人家来说，你不一定是他觉得很合适的人，所以你还是可能错位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那我找不到合适的，我就单着就行了呗。这个可以这个社会它很包容嘛，你自己想好了就可以。只不过呢，再过几年，你别到时候又想找了，那时候你可能连现在这样你觉得不太合适的都找不到了，那你那时候可别再后悔了。昨天我去见了一位单身企业主，我们大概交谈了40多分钟的时间，他呢把自己的情况和要求都跟我说的特别清楚。在我刚要临走的时候这位客户突然跟我说，其实你挺专业的，但凡你会玩点套路的话，你会比现在赚的更多。其实呢，我做红娘都12年了，这里边不论是各种大小平台，他们玩的那些套路，我真的比谁都清楚。但是我绝对不那么干的。我早在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当时很知名的平台做首席红娘，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服务这些高净值的客户了，一直到现在。因为呢都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要对得起每一个信任我的客户嘛。我始终认为积累口碑，赢得人心才是立足市场的根本我只希望认识我的人会说，在北京做红娘的丽欣姐不仅很专业，她还很靠谱，介绍的人也非常靠谱找她找对象就对了呀。做生意其实没有不赚钱的，但是呢，我一定要赚对得起良心的钱。你说我这样少赚几个钱，但是我不砸自己的招牌，是不是正确的呢？我是在北京做了10几年红娘的丽欣姐，为了帮助到更多的人脱单，我每天坚持拍视频发视频，我真的不是为了当网红，而是希望认识更多的朋友。我非常喜欢北京这个城市，
这里有我喜欢的事业，还有我幸福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呢，在这里我认识了成百上千的从陌生人变成了我的客户的朋友。如果你也有幸刷到了我的视频，给我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非常欢迎大家来我的工作间小坐哈，我请你喝茶。我有一项业务哈，叫精准择偶定位。有的朋友他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大多数的人呢都不太清楚自己能找个什么样的，他只是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的，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呢又不太清楚。可能你的择偶标准只是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你想的这个方向呢只是一个完全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人呢，你并不了解人家他想找个什么样的。这一块你要是错位了的话，恐怕你一直会处在一个很难脱单的境地里。有些人为什么总是高不成低不就呢？而有些人为什么总是被别人短择呢？有些人为什么总是成为别人的备胎呢？这些都跟你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我每天接触非常多的单身男男女女10多年了，我非常了解男女的想法和需求。来找我咨询的也好，1对1的也好，大家都是花了钱的嘛，他们都愿意跟我讲真心话。上至很多大佬级别的会员，下至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他们都跟我推心置腹的沟通。所以呢，我听到的真话一定比你多得多。所以你的定位准不准确我比你更清楚。你的理想型愿不愿意找你这样的，我也非常的清楚。你来找我，我肯定跟你说实话。另外，如果你们在相亲初期很难推进关系的，或者想分手又担心不好找的，都可以过来找我聊一聊。任何的事情呢，不能太着急做决定了。还有一些你同时聊了好几个，你都不知道选哪个了，你也不知道谁是真心的。你要是犹豫不定的话呢，也可以来找我给你分析分析。大部分的人都属于高估自己的行情的，你来找我定个位不会跑偏，也不耽误自己的时间。你们不觉得吗？在大城市其实男女关系真的挺混乱的。两个人该吃饭吃饭，该看电影看电影，周末该出去玩出去玩，该上床还上床。第二天呢，他们还各自去相亲，然后会感慨没有一个靠谱的人。在北京你说19.8万的彩礼到底多不多呢我们有2个会员呢，原本定在下个月结婚的，但是呢，男方因为19.8万的彩礼呢悔婚了。你们觉得19.8万的彩礼对一个北京人来说到底多不多呢？有位家长来找我让我帮他在视频里吆喝一声，谁家有儿子的到时候呢，我们能不能接个亲家我们家呢不要彩礼，我们家也不要陪嫁，我们家有车也有房，到时候呢让他们2个生2个娃，一个呢跟你们家姓，一个呢跟我们家姓，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有愿意的呢，来找我报名大龄剩女最自洽的理由都是什么呢？她们经常是这么安慰自己的：第一，可能我的缘分还没有到吧我是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它一定会有。第二呢，谈恋爱结婚不是着急的事儿，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呢？第三，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我都这么优秀了，还怕遇不到吗？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就好了。第四，中国男人几乎没有优秀的，总之我没有见到过。第五，快乐的事情很多呀，不一定非得结婚吧。第六，宁愿高质量的单身，我也不低质量的结婚。第七，我的前男友怎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了。于是这些大龄剩女就这么凭实力单到了现在，大家说他们值不值你会怎样跟一个姑娘去炫富呢？有姑娘来相亲看见富二代穿了件优衣库，怀疑对方根本就没啥钱可能就是个骗子。还有姑娘呢，因为男生跟她 AA， 就认为男生是个穷鬼，拿不出钱就跟女生 AA。还有女生因为男生饭后打包而看不起男生，她会觉得这个男生有点 low。其实这些男生都是被教育的很好的男孩，不物质，不攀比，懂得珍惜资源，低调行事，尊重女性。但是这些美德在有些女孩的眼里那是穷人才会穿的衣服，那穷人才会做的事儿。而实际上呢，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理解。有钱人不一定就是靠这些来炫富的，就好像北京人炫富时会说，走，去我的四合院坐坐。在你看来不就是个几百年的破院子吗？有啥稀罕的？广州人炫富也会说，走，陪我一块去收房租贵州人炫富会说，走，咱俩去整2瓶茅台。如果是你在相亲，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姑娘知道你有点钱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非常神奇的男女关系？看得上你的人，他不会追你；追你的人呢，你又看不上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去追别人了，都是我暗示一下你啊，你要是没有 get 到，你太高冷啊，那就拜拜了，下一个。就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